今天我们来聊一本道家的奇书，它是中华文化道教的一本奇书，也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本书居然是教我们如何修炼成神、长生不老的书。有可能我们人类最实质的非我们本身，而应该是灵魂。那有没有可以控制灵魂的办法，与更高维度的物质或者物种沟通呢？以下为了大家理解，我们将这种更高维度的物种统一称为神。据说全世界的宗教都有提到一种能够让人和神沟通的方式，佛家说是入定，印度是冥想，甚至神秘的卡巴拉密教也有类似打坐的方式。那中国的道家呢，就是入境。以前很多人都觉得这是迷信，没有什么科学道理的。结果现在世界上发现有钱有势的一部分人，却非常的流行冥想和修道。因为科学界也发现，冥想居然能够大大的提高人们的创造力、自控力，改善人们的拖延症、选择困难症等等。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其实都想要了解到底该怎么样冥想打坐。不过很多人提到冥想，往往会不自觉地想到印度的瑜伽，认为那个才是最正宗的冥想。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有一本道家的奇书，就是靠着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教大众怎么入境、怎么冥想，征服了整个西方世界，让外国人迷上了打坐入境，甚至是让外国人也跟着道家来修神仙。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本奇书，因为一般人都觉得道家那就是迷信，什么打坐开天眼能够通神，能够看到前世今生的景象，这个也太玄乎了，也太假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通神前世今生，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因为今天这本古书更是直白地说，道家的这种入境宗法为千古以来大道次第，长生不死成仙作圣之实法，非空说也。功夫至此，方可跳出轮回，化为金仙。意思就是说，这种方法可是道家仙人用几千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领会的大道，这个才是真正能够让人长生不老，成为今天的方法。这个绝对不是空说，只要是你的功夫到，就一定能够跳出六道轮回，化身为金仙。那什么是金仙呢？金仙可不是一般的神仙，它是仙道当中的极品，它不生不灭，永不轮回，永享无极大道。那么今天这本奇书就是道家的太乙金华宗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这本书也太玄了吧，应该不可能是真的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这本书它启发了心理学鼻祖卡尔荣格，还有量子力学的先驱沃尔夫冈·泡利，让他们在科学上都获得了极具创造性的发现。后来又让那些欧美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流行起了打坐冥想，甚至是这本书让外国人也开始迷上了修道的。在以前我们中国的道家的仙人就跟犹太人的卡巴拉密教非常的相似，讲述的是口口相传，都是师傅来收一些自己觉得有智慧或者是有缘的人为徒弟，
然后把自己领悟的道法口述给自己的徒弟。所以说他们写的书也绝不会轻易地传给外人。所以最开始这本太乙金华宗旨也只是在少部分道家人的手中传阅，中国人也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那为什么这本书就火遍了欧美呢？原来一个名字叫做理查德·威廉姆的德国传教士，在100多年前来到我们中国传教，本来想是在我们中国推广基督教的，可是结果万万没有想到，他偏偏跑到了青岛，而这里正好离道家圣地崂山特别近，于是他就认识了一位老道士。结果这一认识，他的基督教没有好好的宣传，反倒是被道教给深深的吸引住。其实理查德被道教深深吸引，那是绝对理所应当的。一般人哪怕是我们中国人，可能都没有几个人了解我们自己的道教。那道教可不比一般的宗教，道教是根据老子的道家理论慢慢的演变而来的。而老子的道家理论是什么？那可是用来研究宇宙的规律，研究宇宙是怎么产生的，研究自然规律，研究人类的生死规律，这样的学派。道家在现在是世界公认最早的自然科学，所以说道教肯定比普通虚幻的宗教要吸引人的多。自古以来，为什么这些道家的信徒这么相信能够靠着自己的修炼就能够变成神仙呢？大众一般认为他们被洗脑了，但是事实上道家修炼成仙的原理其实非常符合逻辑，非常的科学。这个一会我们再详细的说。然后这个理查德·威廉姆他就被道家这么一吸引，就吸引在中国学习了21年的道家文化。而在这当中，老道士就把这本秘传的太乙金华宗旨交给了他。理查德·威廉姆回国之后，并将太乙金华宗旨翻译成了德文，取名为《金华的秘密》，立刻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后来这本《金华的秘密》又被翻译成了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等等多国的文字。更重要的是，威廉姆他就用太乙金华宗旨这种修炼的方法，还训练了一批欧洲的弟子。一些人居然练出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他们就看见眼前出现了一幅很奇妙的闪闪发光的一种图案，他们称这个莫名其妙的图案为曼陀罗。曼陀罗原本只是一种植物，能够使人精神出现幻觉。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一直都认为曼陀罗这种现象只是东方人一种意象迷信而已，不可能会有真实的意义。但是没有想到，威廉姆的弟子却真真实实地练出了曼陀罗，而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都练出了曼陀罗。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欧洲立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时候人们才开始对中国的道家刮目相看，而威廉姆口中的曼陀罗其实也就是书名当中的金华，而金华正好也是对应道家的精华。金华可能听上去也听不明白，其实在道教它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叫做金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金丹在这里不是指物质的这种丹药。在道家的内丹派认为，我们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单独通过身体里面的精气神就能够修炼出来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内丹。
那么这种内丹会生成圣胎，然后就可以脱胎换骨，人就能够变成神仙。这个才是道家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太乙金华宗旨第一章天心。太乙金华宗旨第一章其实要讲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道家认为通过打坐入静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变成神了。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呢？书里原文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可以说是道家最玄妙的一段话了。故太极图曰：太乙含真气，精神魂魄矣，尽极见天心，自然神明志。意思就是说，在宇宙还没有形成之前的太乙里面，那里就蕴含着我们人类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真气。这种真气可不是我们平时说的空气呼吸之气，这是道家一种形象的一种说法。这真气就像是宇宙最原始的一种能量，这种能量不仅存在最初的太乙当中，而且后来当天的形成之后，这种真气也就跟着蕴含在了我们世间万物当中。我们任何地方都有真气，而且真气也产生我们的精神、魂魄、意识。而后面这一句尽极见天心，自然神明志，是说道家发现，当你通过打坐入静，达到极度静下来的时候，你的元神就能够和这种最原始的真气连接上，然后你就能通过真气和宇宙的本源联系上，你和宇宙的本源联系融为一体，到时候那你就永生不灭，化身成神了。最有意思的是，科学家们推测，在宇宙大爆炸之前的真空当中，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反而经过他们的计算，即使在绝对零度的真空当中，居然还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被称为真空零点。他们推测宇宙就是从一片虚无的真空零点能当中爆炸而来。这个时候只需要你简单的发挥一下想象，道家的太乙就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真空世界。那道家说的太乙里面的真气，是不是就是科学家说的真空零点能呢？而在宇宙大爆炸之后，就像道家的理论一样，这种真空零点能也就是道家口中的真气，它形成了万物，形成了我们这个世界，也是这种真空零点能形成了我们的精神、魂魄、意识。而道家的打坐入静，就是让我们的精神链接上这种真空零点能，然后进入到宇宙的本源，和宇宙融为一体，化身成神，永生不灭。这么说来，你没有发现那道家修仙的理论其实又变得非常的符合逻辑，非常的科学了。那这道家的宗法难道是真的吗？难道真的就能够让人修炼成像神那般永恒不灭吗？其实这个还不是最神奇的，一会我们在讲第二章元神和食神的时候，如果说你把另外一个科学家们推测的理论，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世界是虚拟的，和道家理论联系起来，你的鸡皮疙瘩可能马上就会起来了。这道家的先人似乎早就把这个宇宙给悟透了一样。但是这里我们还是按照原书的顺序，那我们还是先讲第一章。第一章里面还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
叫做回光之功，全用逆法，助享天心，天心居于月中。什么是回光呢？你可以理解回收生命之光这么一种方法而回光，那就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修炼成神的一种方式。在文章的第3章到第7章的标题都带有回光2字，其实这个就是在解释什么叫做回光之法。你要是懂得回光之法，基本上你也就入门了。而这里概括地说，要懂得回光之法，一定要注意一个逆字。那么具体怎逆呢？现在其实你不用知道它，我们后面还会详细的说，后面这一句才是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回光讲究的就是把生命之光集中在天心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非常重要。那天心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天心在日月的中间，这里的日月可不是指太阳和月亮，而是指你的2只眼睛。天心的这个位置就是在你2眼中间，这个地方就非常的重要，一定不要忘记。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重要？那我们就来到第2章的内容，元神和食神。吕祖曰：元神居方寸，而食神则居下心。人的身体里面有2种神，一种是叫元神，一种叫做食神。元神就住在2眼之间的天心，那这方寸之间，而食神则住在你的心脏。那什么是元神？什么又是食神呢？书中说，有元神在，即无极也。升天的皆有此矣。学人但能守护元神，则超生在阴阳之外，不在3界之中。意思就是说，只要是你的元神存在，那它那就是无极，就是宇宙的本源。天地都是从无极当中产生出来的，所以说元神是连接宇宙本源的东西。那学道的人只要是把元神守护住了，你就可以超生在阴阳之外，不在3界之中，也就是长生不老，永恒存在。而食神它居于下心，形如大桃，有肺以复益之，甘佐之，大小常成之。假如一日不食，心上便大不自在，至闻惊而跳，闻怒而闷，见死亡则悲，见美色则眩。意思就是说，食神住在你的心上，它被肺、肝、肠包围着。假如人们一天不吃东西，食神就觉得不自在了，心听到可怕的信息就蹦蹦蹦蹦地跳，听到愤怒的消息就沉沉闷闷的，见到死亡的情景就感觉到怯怯卑卑，见到绝色的美女就突然飘飘然昏眩了起来。然而这元神虽然来自于无极，属于先天真气，是我们和宇宙联系的这样一个宝贝，但是它在人出生的时候就一直被食神所压制。而这食神则特别好动，而且它被5脏6腑所包围，动则不离情欲，昼夜不停地耗费着元精，直到将元神真气也耗尽，所以人就死了。所以道家认为元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魂，属于阳，是我们先天的真气，而食神就是我们常说的魄，属阴，
所以书中说学人炼尽阴魄，即为纯阳也，意思就是说学道的人，如果说你能够炼尽这种阴魄，也是消灭掉食神，只留下魂，只留下元神，让你的元神复苏压制食神，那么你就能够成为一个纯阳之体，那么你就有机会得到永生了。但很多人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虚拟的，我们的世界就像是电脑游戏一样，是一个创世程序创造出来的，你看到一切物质其实就是虚拟的，反而大家以为虚拟的灵魂它才是真实的。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潜意识，我们这个宇宙它其实是无限大的，但是我们同样也都知道，在我们的真实物质世界是不可能存在像宇宙这样无限大的物质的，除非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虚拟的，就像是一个电脑游戏而已。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意识，都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大家都不愿意正式的承认而已。而有人则认为，就像道家说的，我们的意识分为元神和食神，元神就是创世程序的一个部分，它是最真实的，而食神这是我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灵魂，它其实是虚拟的，因为食神实在是太强了，所以我们真实的元神一直被虚拟的食神所压制，它就是要我们活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让我们沉迷于各种七情六欲，并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经历六道轮回。而道家的回光之法就叫元神打败食神，这样我们的元神就能够链接回原始程序，回到最初的太乙当中，回到大道当中，永恒不灭。这个就是道家修炼成神的一种理论。那么具体的回光之法又是怎么进行呢？到底该要如何通过打坐入境，亲眼见证神秘的曼陀罗，也就是金华金丹呐。在没看这本书之前，大多数人认为打坐冥想嘛，不就是闭上眼睛，然后盘腿坐好不就行了吗？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第一步就错了。首先，道家和佛家都说打坐入境的时候，眼睛既不是睁开，也不是闭上的，而是半开半合。书中说，在最开始打坐入境的时候，要以两目地观鼻端，正身安坐，细心于园中。意思就是说，打坐冥想的时候，眼睛要半闭着，你能够看到鼻端为准，然后再把意念集中在园中，也就是下丹田的这个地方，再开始冥想。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半闭着眼呢？其实大家看佛像就能够知道了，佛都是半闭着眼的。书中就说，大开师之外走，易于散乱，太闭师之内持，易于昏沉，唯垂莲德中，恰好望见鼻端，故取以为准。意思是你眼睛睁太大，你的眼光就容易散乱，你的注意力就在外面去了，那怎么可能集精神去冥想？而你太闭眼就容易昏睡，就容易瞌睡。所以说最好的就是垂帘得中，半开半合，能够看见鼻端就可以。但是书中又说，初学者关于入境经常还有些误区，
一般的古书说入境后眼睛要看到鼻端，然后意识要集中在圆中这个部位，但本书却说修道的人就像是做人做事是一样的，你不要这么死板。眼之所至，心意至焉，何能一上而一下也？又何能忽上而忽下也？意思就说我们眼睛看过去的地方，意念也会跟着过去。当眼睛看向鼻端，意念就很难集中在腹部的圆中，这样的修炼明显就不符合天道。本书讲，但于两眉中间，其平处细念变了。光是活泼的东西，既念两眉中间，光自然透入，不必着意于中宫也。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你眼睛半闭，意念就集中在你眼睛两眼之间的这个地方就行了。光是很活泼的东西，但这里的这个光不是指阳光，这个光指的是真气，指的是你的精华。那这个精华它是很活泼的灵物，不是那么死板的，只会聚集在圆中这个地方。初学者眼睛既然在鼻端，那么你就把意念集中在两眼中间就可以了。当然，只要是你觉得舒服，你随便把意念集中在你身体的哪个部分都是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不管你把意念集中在哪个地方，你必须要集中心智，集中意念，不然的话你的意念就容易散乱，那还怎么入境呢？但是说到打坐入境，看起来其实很容易，但是做起来是真的不容易。在第4章回光调息中就特别用了一章，讲述初学者在入境的时候最容易犯了2个错误，一个是散乱，一个就是昏睡。如果说你试一下冥想，马上就能够体会到这2点，要么你就不能够集中注意力，要么你影响了就睡着了。那么第4章就非常体贴详细地给出了修正错误的方法，那就是调息。那什么是调息呢？其实就是调整你呼吸的节奏。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肯定都听过，我们在冥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呼吸，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冥想的时候需要调整呼吸的节奏，然后到底又该怎么调节呼吸的节奏呢？本书就说，息者自心也，自心未息，心一动而即有气，气本心之化也。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息字，为什么上面是一个自己的字，下面是一个心脏的心嘛？我们呼吸的气息为什么要和心脏息息相关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古人经过几千年的经验发现，心脏和呼吸是直接相连的，你的心脏跳得越快，你的呼吸也就越快。所以说古人就说，我们呼吸的气是由心脏所化生的，而我们的心又被我们的食神所控制。你看到美女，你的心跳就会跳得更快，遇到不好的事情，你的心就会沉闷闷的。所以说古人认为，你心里面的食神让你的心每跳一次，你就产生了一次妄念。于是本书接着说，故内呼吸与外呼吸，如声响之相随，一日有几万息，皆有几万妄念。意思就是说，人的心跳是内呼吸，口鼻呼吸则是外呼吸，
它们如影随形。人一天有几万次呼吸，每一次呼吸则都会动一次妄念，不停地产出妄念，那还怎么集中意念聚集你的真气，聚集你的精华呢？不过还好，气和心是相连的，心又与念相连。我们虽然不能够直接控制自己的妄念，但是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呼吸。只要我们能够调整呼吸，让呼吸变得沉稳平静，那么你的心脏也会沉稳平静。你的心脏沉稳平静了，那么妄念也会越来越减少。妄念减少了，我们当然就能够用更多的意念去聚集我们的真气，聚集我们的金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打坐冥想为什么必须要调息的一个原因。那么问题又来了，到底又该怎么调息呢？那么书中就说，坐时用目垂帘后，定个准则便放下，然竟放下，又恐不能，即存心于听息。意思就是说，我们坐下来之后，先是眼睛垂帘，以看到鼻端为准，然后准备放下万念进入冥想。但是你往往会发现，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放下万念。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专心听你的呼吸。那具体怎么听呢？原文就说，乃心轻轻微微歇，愈放愈微，愈微愈静，久之，忽然微者速断，此则真息现前，而心体可识矣。意思就是说，调息不是一时就能够学会的，你要不停地练习，慢慢地控制自己的呼吸，要让自己的呼吸越来越慢，越来越安静。当然不是让你憋气，不要把自己给憋晕了，是很自然而然的慢慢地控制自己的呼吸，越来越轻，越来越细，越来越安静。那到底要控制到有多安静呢？要念到你听不见你的呼吸声为止。当然也不是说就不呼吸了，不呼吸了人不就死了吗？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通过调息，让你的心已经完全的安静下来了，你已经忘记了去调息，听不到自己调息的这个声音。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神秘的东西会出现，那就是真息。而这个真息就是那真气，就是你的真心。那么神秘的金花，神秘的曼陀罗花也就是出现了。这就是我们调息的方法。然后是打坐时间，也不是越做越久越好，清晨起来能够做一炷香就很不错了，一炷香大约也就是10几分钟，然后到中午你有空了也可以做一会，但是到了中午人多势杂，那就更容易昏沉。所以说中午只要稍微做一下，把各种染念包袱放下就可以了。高质量的静坐哪怕是片刻，久而久之也会有所进步，也不会产生昏沉散乱的这种现象。这个就是第4章回光调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5章回光刹谬。那这刹谬就是差错，错误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用回光之法。冥想静坐的时候，初学者比较容易误入歧途，走火入魔。首先第一点就是宗旨将行之际，欲作方便，勿多用心，放教活泼泼的，令气和心事，然后入静，
意思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初学时，在你准备入境打坐的时候，你最好不要直接就去打坐冥想，你在坐下来之前最好提前要准备一下，不然的话你就很难入境。那到底该怎么准备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提前要把大脑放空，不要多想，而且最好是让自己的心神稍微有那么一点活泼欢乐一点。虽然说要让气息平和，心神舒适，但是这里重点讲，绝不是让大家用那种心如死灰的状态去打坐。本书讲，如一般入定，而槁木死灰之意多，大地阳春之意少，此则落于阴界，其气冷，其息沉，且有许多寒衰景象，久之便堕木石。意思是有些学道者在入定的时候，槁木死灰的气象多，大地阳春的气象就非常少，这就是落入到了阴界里面去了。那它的气是冷的，它的息是沉的，里面还有许多寒衰景象。按照这样修炼下去，日久就成了木头和石头了，那还怎么成仙呢？所以说在冥想的时候，一定要把心神调整得稍微欢乐一点，活泼一点。你会发现道家特别喜欢用活泼这两个字，特别有的时候还说活活泼泼的。所以说这打坐入定需要极静，但是绝不是要让大家像石头像枯木那样完全不动，因为那根本就不是静了，那就是死掉了。我们修炼成仙是要修幸福，是要和宇宙的本体相连，要回到无极，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所以说活泼一点，就像书里面形容的，你在打坐的时候就想象一片大地阳春的气象，自然而然你就会感觉到神清气爽。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然容易走火入魔。我们来到第6章回光验证，这一章可能就是大家最期待了。道家让人修炼成仙这样的事情虽然很吸引人，有些方面呢也确实很符合逻辑，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玄幻。我相信你肯定也非常怀疑人真的就能够通过打坐入静修炼出真气，能够看到神秘的曼陀罗花，看到精华吗？如果我真的去打坐了，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是不是真的修炼成功了？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修炼出真气，修炼出精华了呢？那么书中这一章就想得非常周到，就把修炼出来的光，也就是精华曼陀罗的样子仔细的形容给了大家。首先本书说，你必须要知道，每个人修炼出来的真气精华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看到威廉姆那些徒弟画的这些精华，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这精华和曼陀罗，他们都会发出一种神秘的光。同时精华还有曼陀罗，它们的形成也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这个循序渐进一般是有3个阶段的。书中说第一阶段就叫做精华出露，也就是在你入境的中间，你会感觉到绵绵不断的心情非常愉快，心神非常舒适，就好像是刚刚喝醉了那么一点点，就像是刚刚沐浴之后遍体阳和，
书中还说，这精华出入的阶段，你在静坐的时候，你的元神会进入你的丹田，你能够听到别人讲话，但是这个声音就像是隔了1米多似的，但是又清晰明了。那声音的入耳就像是深入山谷当中的回声，并非是听不见，但又并非刻意的去听见。这种神入骨中的这种现象就叫做精华出入。然后到第2个阶段叫做精华正放，也就是经过第1个阶段后，你会发现万籁无声，一轮皓月，深至中天，大地全都为光明世界的这种景象，此时让你心体开明。这个就是第2阶段，也就说精华正方。最后是第3阶段，精华大凝。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全身非常的充实，即使你是在冰天雪地里面，你也有不畏风霜的那种气概。而且即使是别人感觉到非常乏味、兴趣索然的事情，你遇到了之后也会感觉到精神旺盛，兴趣盎然。而且最神奇的是，哪怕是你遇到了世间上腐朽不堪的东西，你只要对它哈口真气，它居然能够立刻恢复生机。你这7尺血肉之身似乎是由无尽财宝所构成，闪闪发光。当你有了这种象征之后呢，就达到了精华大凝的第3阶段。那么最后就让我们来到第7章，这一章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章，可以说会完全颠覆你对修道的认知。前面几章基本上就是告诉大家如何修炼功法，随后渐入佳境。按照常理说，肯定是要日渐精进，早日成仙。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章却告诉大家，回光寻，寻然航去，不要废弃正业。意思就是说，你练习回光功法，你该练就练，循序渐进就行，但是你千万别耽误了平时的工作事业，也别耽误了你的家庭。这是为什么呢？不是说放下7情6欲才能够得到吗？然而本书怎么说？予以正念治世，即光不为物转，光即自回。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的回光功法已经渐入佳境，那光的真气已经全部围绕着你。现在的你根本就不用打坐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只要你用正念行事，实际上你也是在练功，也是在做回光的功夫。这就是随时随地的修炼方法，这才是最高明的修炼方法，也是本书作者吕洞宾最为提倡的。那么这样一来，不仅妥善地处理了修炼功法与日常生活的矛盾，而且也使回光修炼真正的上了一个层次。这样练功的人才是常人，而不会被视为神神怪怪的人。而当今社会那些刻意练功、刻意做出各种法相的人，其实他们往往并不是功夫之高的人。真正功夫之高的人，他们都是用身体力行去修炼的。其实这一本书一共是有13章，但是我个人认为，初学者只要是你把前面这几章灵活运用，就已经非常的不错。但是如果说你打算要试着去修炼，那我建议大家还是买本书，然后再结合这个影片，回到家以后多看几遍，有一定的认识之后再来修炼，要有一定理解之后才修炼。
不然走火入魔那可就不好了。所以磨刀不误砍柴工，多花几天时间去学习准备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观光守一，恭喜你与金华结下一缘，愿你心宁神安，灵光长显。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